兄弟们，今天给你们讲一个真理啊，找人结婚一定不能找生理性不喜欢的。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啊，就是你和相亲对象已经确认关系了，却没有一点恋爱的感觉？有一位男士是个医生啊，相亲认识一个女孩子，从见面第一眼就很喜欢她。他相亲了很多，只有这个姑娘他中意啊。因为喜欢呢，他就主动去追这个姑娘，一到周末就约人家吃饭。人姑娘呢也很积极啊，认识了1个多月，他就表白了，女方非常爽快就同意了，两个人就开始了谈恋爱。正常你确认恋爱关系啊是非常开心一件事情，对吧？结果男生又觉得这谈恋爱谈得好累啊，给女孩子发信息呢，他也回复，就是感觉不冷不热，也不去主动去关心她。约女方出来呢，他也出来，但就是感觉两个人好像怎么都亲近不了，有距离感。随着相处的时间越长啊，他就发现这个女方呢是越来越冷淡，发消息是越来越少，甚至也不愿意跟他见面。上周末呢，他去约这姑娘出来吃饭啊，饭后去抱了女方啊，人姑娘呀直接给推开了。亲吻的时候呢，这女方就不让，两个人还不熟悉啊，不喜欢关系这么亲密。原本呢想着约着放假呀，一起去双方父母家里看看，就各种理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拖啊。男生就忍着呀，觉得自己是喜欢对方的，需要给对方一点时间来接受自己啊。女方的手呢也就牵了几次，不让抱也不让亲的，你就是怎么也靠近不了啊。上个周啊，女方发信息啊，说自己很累，这段感情不是她想要的，你是个好人啊，我就提出了分手。哎呀，男士听了很伤心啊，那去挽留人女方呀，直接被拒绝了，干脆人女方就不见了。他就问我这问题出在哪里，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吗？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是因为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他对你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满意，起码在他能够接触的异性范围里面，你是综合条件里最好的，但是没太有感觉。也就是说一句话叫做他看上了你条件，没看上你这个人。初期他是有动力愿意和你接触的，因为你条件好嘛，你表白他也同意了，想要跟你结婚啊。但人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的，他会慢慢的不满足于和你在一起这个现状，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喜欢你的，越来越不甘心啊，开始抵触和你的亲密行为。他其实也很拧巴，就是你条件很好，但就是没有这喜欢的感觉，他自己也不知道要不要进行。所以啊，你问他是不喜欢吗？他是喜欢的，但仅限于条件，生理上是抵触你的。这种局啊，我给你们讲是死局，没解。最后结果不管你拖多久都是分手，哪怕你结婚，后路也可能只有离婚这条道。兄弟们啊，相亲什么样的感情能走到结婚啊？就是你第一次见面你就喜欢上这个人的，喜欢的角度有很多，有的是性格，有的是颜值，生理性喜欢往往都是第一印象。他如果对你一开始就不喜欢，以后也不会喜欢。你看有的男士啊，平常也不太爱打扮自己啊，这脸呢也不好好的洗。男女这点事情其实很简单的，生理性喜欢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两个人见面约会啊，你就很想跟对方亲一亲搂一搂抱一抱啊，这种喜欢是非常纯粹非常的本能。如果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一接近对方你连点渴望都没有，那就证明你根本就不喜欢他。如果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只是因为对方条件比较好，或者是因为你这个年龄啊到了该需要结婚的时候了，你就跟对方在一起，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会后悔，你会产生那种生理上的厌恶感。所以啊，将就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本能上的冲动是你内心一种喜欢的表现。如果连冲动都没有，那就真的不要勉强自己，早晚有天你会后悔。找人结婚啊，一定要记住，生理上不喜欢的谈不得。宝，散会。我跟你们讲啊，天天处理你们这些相亲问题啊，我血压都得崩啊！哎呀，就是你们相亲啊，我听到最多一个词就是没眼缘没感觉。今儿呢，我就告诉你们啊，眼缘到底是个啥。昨天我给一对男女交对象，哎呀，这两人见面没超过15分钟啊，速战速决，以失败告终，那速度快的也闪着我腰啊。男是95年的，是个退役军人啊，在事业单位工作，年薪7、8万，父母都是普通家庭，都退了休，刚交了首付买了一套房子。这男士啊，半年前就来找对象了。他就属于那种啊，长相3、4分，眼睛比较小。这有女孩子跟他相亲过之后啊，就给我评价说，跟他见面总感觉老是被偷看，就是有种这个贼眉鼠眼的感觉。你看你都有这种感觉了，那不完蛋了吗？反正是相了一次又一次啊，女方给的理由啊，大多数都是没眼缘。哎呀，但人家男士啊，这人品和性格是真挺好的。一说到这儿，这男士就生气啊，我长这样，娘胎里带的那不怨我呀，我爹妈都没嫌弃我，你们凭啥嫌弃我？我听了赶紧安慰啊，没事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指不定啊有人啊就爱吃你这一款的。哎呀，男士听完的信心大增啊，这男人你就得该夸夸，精神鼓励非常重要，不能自暴自弃啊。这不，昨天晚上又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啊，两人呢晚上就约着吃火锅去。女方啊97年的，国企会计，年薪在6万左右，身高160吧，长相还可以啊，素颜5分左右，就是不太会打扮。
20岁的感觉啊，就像那30、40岁打扮一样，而且有点龅牙。这姑娘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她来找对象，要找个身高175以上，本地有车有房，年收入10万以上，在事业单位上班，而且要帅的男人。你那看偶像剧看多了，都这样式的。当时呢，就给她介绍了一圈啊，那长得帅的还在事业单位的，人男方都要找刘亦菲那样的，你说气不死个人啊？都把她给拒绝了。她也是被现实是一次次给打趴下了，没法，降低要求不看脸了。有车有房，事业单位工作的，父母有个退休的，就可以认识看看。人家男生符合啊，我就给他们俩换了资料。这两人看完啊就同意了，昨晚约着吃饭去了。7点左右见的面呀，没有15分钟啊，女方拎包就走了，给我打电话。我这一看咋没吃饭啊？他说老师啊，不合适，那男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没眼缘，饭呢就不吃了，给他省点钱吧。我听完啊还挺生气啊，男方人家条件挺好的，你可以多了解看看呀。你这么个找法，那4大天王都得没戏，我这许愿池得黄啊。女方呢态度也算可以，就跟我讲自己实在不喜欢，这连个生理欲望都没有，亲个嘴都也亲不下去，咋过？没法，拉倒就拉倒吧。我就给这男士打电话啊，这男方啊也大倒苦水。我这刚见面呀，菜单刚拿过来，我招呼服务员去倒水去了，人服务员还没来呢，他就跟我讲不好意思啊，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饭就不吃了，给你省钱吧。说完就走了，给男士和服务员给整懵了呀。人服务员八成在想，头回见散伙这么快的。这男士气的就跟我说呀，我还没看上他嘞，长得也不是我的菜。人男士寒心呀。我建议他呀，我说你去做个发型啊，衣品改改，戴个眼镜，做个配饰，先把第一印象过去。他听了不同意啊，说我就是我，你要是喜欢我装的这个样子，怎么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啊？我要是回归自我了，那你不更得嫌弃我？气得我呀！我告诉你们什么是眼缘，相亲越多，你越会发现五官比3观重要。不管你这人多有内涵，思想多么深刻，灵魂多么独特，你得承认啊，这个世界它就是看脸的。别说相亲，你连找工作，很多公司都得看脸。一个人的外貌、形象、气质是别人愿不愿意认识你的门槛。当你去相亲被别人用没眼缘、没感觉这几个字拒绝多了，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你丑的问题了。相亲市场上颜控占比在 90% 以上，大家表面上都说着我更看重人品，其实都是在筛选外貌，这是最扎心的呀。当别人说你没眼缘的时候，你就抓紧收拾一下自己，长相变不了，突破一下形象，学学打扮，健健身啊。有些人不好看，但人家有气质啊，你不能说啥啥都想要，啥啥还不做吧。实力占7分，美貌占93分啊，兄弟们，该打扮就打扮自己，别四仰八叉的，又抠鼻子又抠脚的，跟着看视频了。散会。来啊，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可能会跟你们有很多共鸣啊。相亲的门当户对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对方家庭条件重要吗？就有个男生跟我咨询说呀，和女朋友谈了3年恋爱，压力是越来越大，精神呢直接是临近崩溃。男方是985本科，国企上班，年薪在20万左右，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女友呢是小2岁，普通的2本，私企行政，父母老家都是农村的，都在北京啊务工。有一个弟弟，兄妹2人呢都是留守儿童，跟着老人长大的。2人是朋友介绍，互相都很喜欢，也因为爱情走到一起。这个姑娘呢，因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一些自卑啊，对待感情也总是小心翼翼，很敏感，看待问题啊，负面情绪啊总是很多。2人在一起嘛，他从来都没有看不起女友家的家庭条件，在他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也都是一直鼓励陪伴，让他乐观起来。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呢，他的敏感自卑不仅仅让他自己心态不好，而且还经常影响着男士搞得心态都跟着很爆炸，甚至影响休息和工作。经常处理他的小情绪，就让这个男士觉得很心累啊。谈了3年男士说自己根本就不敢想象以后结婚，他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之外，还要去接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于是就跟女友提了分手。一开始他确实是坚信自己只要心态好就能够影响他，带着他一起变好。但事实却是在一起之后发现女友非但没有变好，还影响着男士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女友一遍遍的问分手是不是嫌自己家庭条件差，看不起自己。男友也是强调很多遍，不是嫌弃他的家庭条件不好，他觉得钱不够可以努力赚钱。那2人谈恋爱互相鼓励，互相陪伴，感情和谐就好。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一边努力赚钱，一边还要去分出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的各种情绪问题。分了之后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父母总是说门当户对，对的其实就是家庭关系和对方的成长环境。对方家庭幸福大概率也会少很多的烦心事。做了很多年的婚恋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侣他们有一个误区认为没有走到最后是因为对方看不起我，嫌弃我的家庭条件差。其
其实大多数感情破裂并不是因为家庭条件的，而是这个人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之下，你在对于过去20多年经历着怎样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人，养成什么样的性格，这些是可以决定你看待未来的方式，以及面对人生的方式和怎样去跟人相处的。这些东西对于要和你步入婚姻的另一半来说的话，可能比金钱还要重要的。很多男人来找对象，他们的择偶标准其实对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没有太多的要求。那直白点说他们往往在乎的不是女方家的条件，因为他觉得条件差，人好就可以。他可以说服父母，女方家庭不是那么重要，未来才是重要的。他通常可以面对世界上的很多压力，觉得多扛一点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一个男人他不是无法接受这女方家里条件差，而是不能接受女方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养成的后天的很多的性格缺陷，内心深处的自卑、消极逃避恐慌自我等等的负面情绪。这种心态确实可以搞垮一个人的。即便一个曾经很爱你的人，当他心太累了是走不下去的。生活贫穷家庭条件差，它本身不是决定一个男人愿不愿意跟你结婚，而是家庭和贫困所带来的对心理上的负面塑造导致的性格差异，让人难以和你去相处，这才是很多男人放弃的根本原因。如果你从小家庭条件确实不好，那后天性格已经养成了，但是希望你一定要自信对自己的那种自信。尤其是你在谈感情的时候，你要有责任，是为了自己，为了另一半去改变那些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烙印，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尽可能的不让那些情绪去左右你的选择。感情出现危机的时候，先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了。过去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不去解决那些东西一定会影响自己的未来。哎呀，今天上午有一位40岁的大龄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直接是给我憋出内伤她来找对象没钱的不找，没房的不嫁，长得丑的看不下去，个子矮的接受不了。我说你这个年龄再不降低要求那你就真的嫁不出去了。她一听就开始哭哎呀，哭得我心里就是又拧巴又难受。她说周边亲戚朋友都已经不给她介绍了，觉得她年龄大好多媒人都只是嘴上答应，一年也介绍不了2个，还都是不符合她择偶要求的歪瓜裂枣。她越想越后悔边哭边说自己这些年的感情经历。曾经有个谈了5年的初恋，对她特别好，每个月赚的不多但基本都花在她身上，她想要的基本男方都会满足她，也会心疼她，也会关心她。但那个时候她说自己不懂事，全听家里的，父母不喜欢她这个初恋因为赚的少嘛，老家又是外地的，条件还差。哎呀，父母就一门心思想让她找一个本地的条件好的有钱的，她就被父母说的也觉得自己应该找个条件好的。那个时候她就是一个文员，一个月拿着2000的工资，想着能嫁给月薪1万有车有房的。从那年开始，也就是25、26岁开始频繁的相亲，确实有条件好的看上她了，有车有房好几套，家里还是拆迁户谈了半年怎么也接受不了对方性格不好，不让她不懂她，还经常和她吵架，受不了她就提出分手后面又谈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对她也挺好的，但这2人谈了不到3个月也分了。她觉得男方太矮长得也不好看嘛，连牵手亲吻的欲望都没有，而且男方性格太老实，觉得这一辈子这么生活他能憋屈死，说什么也不愿意了。那个时候都已经28岁了，周边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准备结婚了，他还没个对象又开始相亲了。他又特别焦虑想找差不多就行有房子没贷款的，长得还行，合眼缘了，赚的还可以的就行。结果遇到的不是房子有贷款的，就是父母这家庭条件差的，要么就是长得丑的，怎么也遇不到一个十全十美和心意的。一晃32岁了，他父母也着急了，觉得要不条件降降吧，找个工作稳定的，人踏实能赚，有房子就行但这姑娘心里不太甘心了不想将就。之后的这2、3年就将了不下20、30位，都失败了。甚至他觉得相亲男士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他又特别的迷茫，想结婚呢又不甘心，不想结婚呢又没有以后独居的勇气。35岁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过离婚的38岁不带孩子，各方面条件特别好，对方呢也是看中了他是未婚的，愿意认识。但他听了就很生气说什么也不愿意，那觉得自己还是未婚呢，就要去给别人当后妈了，这事还接受不了。好了，这一晃现在30岁了，好多离婚的也不太愿意认识他了，宁可找离异的，也不想找他这个年龄段未婚的。他是越说越后悔说自己挑来挑去以为能找个条件更好的，却发现这条件是越来越差。他就特别的害怕，如果以后再找不到合适的，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听他说完咱以为他是后悔了，那要求肯定降低了。结果择偶要求还是要房子在市中心没贷款的，离婚不能带孩子，条件必须要好的，独生子家里条件没负担的等等。哎呀，
我这庙太小了，王八都要吃不饱要离家出走了呀！你这大佛我这就装不下了，赶紧给送走了。很多大龄姑娘找对象啊，总认为是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了，可大龄也有大龄的择偶圈，从来不反思这问题的本质到底在哪里。大龄不是找不着对象的原因，而是结果。你不是因为大龄你找不着对象的，而是你找不到你能看得上的对象才导致大龄的。所有的理由都只不过是遮羞布。一线城市大龄剩女啊，我跟你们说，真实数字要吓人的。当年你看不上的，你现在依然看不上。年轻的时候挑挑拣拣，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大龄了啊，要求不降反而高了，不甘心又不屈服于现实，网上寻安慰寻鸡汤，那有屁用啊！解决问题先解决本质，接受现实，聪明的人啊才有甜头吃的。最后啊，再发个誓啊，这大龄的我是够够的啊，以后再也不凑了。咱这心情啊，每天都像过山车啊，刚下来还没喘气呢，就滋溜一下给上去了。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啊，那气得嘴直打哆嗦啊。男士是93年的，今年30岁，自己开了个门头店，年薪在10万左右，相亲也有个2-3年了啊，一直就没遇到个合适的。哎，家里人就着急啊。这去年家里就有个亲戚给他介绍个相亲对象，女方呢是95年的客服啊，她长得不高，但是人看得很乖巧，见面给人感觉就很温柔啊。这个男士看了第一眼就看上了啊，说什么也得追到手啊，于是就主动出击，隔三差五就约出来，没事就得献献殷勤，给这姑娘送点花呀，送点礼物。好在呀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追了3个多月啊，人姑娘同意了，哎，说可以谈恋爱了。于是呀，这个男士就特别的开心，还邀请这个姑娘去家里。男方父母一看，哎呀，新进门的媳妇啊，也给了几千块钱见面礼，算是确认了关系。男方也大包小包的去了女方的家里见了父母。哎呀，这关系啊，就算是定下一大半了吧。这男士啊就很纳闷一件事情啊，跟我说呀，就是每次他跟这个姑娘约会的时候，他都会主动拉着姑娘的手，但这姑娘呢直接就不让碰啊，说自己对待感情是很认真的啊，两人还没发展到那一步，他就不太想做太亲密的行为。哎呀，男士就想着那可能是刚在一起吧，于是也没表现的那么紧啊。两人呢还是会一起出来吃饭聊天，反正就是恋人之间该做的一些浪漫的事情，这情侣之间该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都做了，但就是没有那种很亲近很甜蜜的感觉。这男士就想着，哎呀，这越觉得越不对劲啊，难不成是仪式感不到位吗？于是就找了几个好兄弟啊，专门在这个公园里面整了个求婚仪式。哎呀，谁知这姑娘一来啊，他就看到情况不对嘛，立马转身就走，把这男士给弄蒙圈了啊，赶紧上去抓着这姑娘就问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这姑娘说呀，喜欢，但是两人还不到时候，希望男士不要做这些。好了，这事儿过了之后啊，这两人又谈了小半年，家里人开始催着结婚了嘛，你毕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想要结婚的事情，哎，女方也同意了，提出了订婚的要求啊，彩礼10万，3金首饰，给女方这一家买衣服等等。男士呢也都同意了，但就是这个心里也觉得不太踏实啊，感觉两人虽然是情侣，但还是没有情侣的那种感觉，在纠结要不要结婚。他就越想呀越觉得不得劲儿，哎，就找这姑娘啊，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这个哥们儿啊去打听一下人家姑娘，就打听出这个姑娘呢是有一个同居了5年的男朋友，还上过家里的啊。哎呀，把这个男士给气的啊，找这姑娘质问，你跟别人都愿意住在一起了，怎么跟我牵个手都嫌弃呢？这姑娘听完也很生气啊，觉得这个男士在背后偷摸打听她啊，还说了自己只是谈了5年，没有同居那么长时间，只是在一起同居了1年多。男士这回啊就想让姑娘给个说法，那这1年啊，你看我跟你在一块儿，钱也花了不少，对你也不错，该给的我也给了，怎么到头来连男朋友应该有的待遇都没有呢？这姑娘听了很生气啊，啥待遇啊？谈恋爱就必须要牵手吗？男士听了就反驳她呀，说你想跟我结婚，你连手都不让牵，你不想和你前男友结婚，你还跟他同居了好几年。说着说着，这两人谈崩了啊，吵了好几天，这姑娘就提了分手。哎，觉得两人性格不合适，男士不干了呀，还觉得对他不公平，好吃好喝的照顾了1年多了，说分就分了，这亲戚朋友都照要结婚了，现在还黄了。他就去挽留这个女方啊，但人女方呢态度很坚决，直接拉黑呀，说什么也不联系了。哎呀，这事咋说啊，就是膈应。有些人呢，他做事他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但就是这行为吧，他让人特别的膈应烦。谈了1年恋爱了，那手都不让碰，这明明就是看上了别人条件，看不上这个人嘛，非要给自己整的那么的重感情，自己不反思不体谅，还反手去指责别人，这问心无愧啊，就显得特别的双标。说实话，我听完我都很生气啊。
如果你们在相亲的时候啊，发现对方对你他不怎么积极，还愿意跟你确认这个恋爱关系、谈感情的啊，也不让你牵手，也不让你碰的，还嫌弃你的啊，这就是啊看上你条件没看上你这个人了。喜欢呀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感觉，你是能感受出来的。这世道啊，咱呀不能去钓鱼，但是也不能被人养鱼吧。今儿啊，我让一姑娘给笑死了啊！有些人呢找对象那都是招怼的呀。她说自己有一个谈了3年的男友，哎呀，特别没有上进心啊，快30的人了，一个月拿着8000的工资，除了2人吃喝，那真的连个毛都剩不下。她想买个包包，买个化妆品啊，那都买不起啊。她又想着自己身材又好，长得又美啊，那跟个没上进心的人那不太亏了吗？就跟我咨询打听啊，她在相亲市场上能找个啥样的？有没有条件更好的一些？哎呀，补充说一下她男朋友的情况啊。28岁，本科学历，在国企的管理岗，月薪8000左右。父亲啊是个医生，母亲是个教师啊。这家是南京的啊，南京市里有2套全款房。我一听这男方条件还可以啊，我问他什么条件，他说呀，28岁，在超市做库管。哎呀，听着也是管理岗啊，一个月2000多点，忙的时候加上业绩啊，能得到这3500。父母在农村务农，家有自建房3套，独生女。我听完着实是有点震惊啊。姑娘，你说的对啊，你男朋友啊不仅没有上进心，还一点都不像老爷们儿。1年10万，国企工作，父母双退休啊，有车有房还2套，居然找了一个农村妹，一个月2000，还得给他买包包买化妆品，还好心供养了3年。你这不就是没有上进心吗？啊，咱能不能有点追求？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一样？这姑娘是好赖话听不出来呀，跟我说呀，我闺蜜啊，那男友无敌了啊，28岁人自己创业，1年轻轻松松入账50多万呢。她亲戚家的表妹啊，那嫁的是企业高管啊，又有钱又有权呀。到她了，哎呀，嫁个月薪8000的男人啊，心里是越发的不平衡啊。哎，听完我就跟她说，你看你这比的都是些快30的男人，你应该比人家比尔盖茨啊，21岁就创办微软，扎克伯格20多岁就是顶级富豪，那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啊，28岁就已经赚取了数千万的美元啊。你男朋友都快30了，还默默无闻呢，你就想着，哎呀，拿着月薪8000的工资，明显就是能力配不上你。听我的啊，分了吧。这姑娘反过劲了，问我说，哎，你是不是说反话呢？我说你自己品吧。她说呢，想趁着自己还有2年的青春啊，找个靠得住、有潜力的男人托付终身。我问她什么是有潜力啊？她说这市中心啊，有车有房全款啊，年薪30万以上，独生子，个子高，长得帅。哎呀，姑娘，你想把自己托付给这种男人，哎呀，想想我也想啊，可人家也得收吧。你所谓的托付是想靠着男人养你一辈子吧？哎呀，不工作，不还房贷，不还车贷，一天天还能美滋滋的各大商场去 shopping， 美其名曰的爱情啊，其实就是压榨。她说她自己也有优点啊，长得漂亮，男人见了都会喜欢上。我一听拉倒吧啊，有这条件的男人，人家要么找个家庭条件相当的，要么找个工作匹配的，要么找个就年轻漂亮的，你哪个沾边啊？合着相亲市场了就你一个女的呗。昨天一个98年，你说啥？你呀长得真好，刚毕业就来找对象，人家不比你年轻漂亮吗？择偶要求啊，男方有车有房，接受贷款，学历本科，年薪10万就可以，想着2人一起奋斗啊，什么都会有的。你瞅瞅你啊，想来相亲你也得有点那个啥数吧，几斤几两都不看看吗？你负责美貌如花，他负责赚钱养家，人家是赚钱越来越多，你这朵花却慢慢的凋谢。如果身上没有利于他的输入价值啊，我想着人家该换花了吧。有些人你就想不明白他到底要干嘛，谈感情就喜欢看着锅里吃着碗里，骑驴找马这事儿那是王八犊子干的。你要是相亲啊，你看不上人家条件啊，眼高手低啊，你直接给人拒绝了，那没人说你道德。你说说啊，你都谈了好几年了，突然要权衡利弊一下，哎呀，我男友这条件是这不行那不行，这配不上那配不上的，还没点自我认知啊，你这条件明明就是配养猪王老五的命，哎呀，偏偏认为自己就是镶金带钻的。还有那些说别人没上进心的啊，你直接点说你钱不够花不就行了吗？扯什么上进不上进的，哪那么多事啊？好了啊，散会。上午一位32岁离异带娃的姐妹来找对象啊，哎呀，我让她气的她差点没给吐血啊！我问她想找什么样的，哎，她说这个人呢，稳定工作，年薪30万以上，彩礼28万呢，要求市中心得有房子120平以上，全款而且得加名，带儿子改嫁，嫁人之后啊。不能上班啊，要负担女方的一切生活开支啊！我一听完啊，这血压直接就蹭的上去了啊！哎呀，我就瞪了一眼那池子里的王八，这今天这门咋给我看的呢？我问这姑娘自身条件啊，她说是32岁，大专学历，目前在家待业嘛，也找不着工作。娃4岁，离婚呢，前夫净身出户，车房都给他了，母子俩呢靠着前夫给的这个2万块钱的抚养费啊生活。听完我就很无奈的摇了摇头啊，完了。又是一个把我这当寺庙啊梦游来许愿的。他说自己离了好几年的，哎呀，就是嫁不出去了，很着急啊。
我说你想找条件好的，当然嫁不出去了，那本身你自己条件还也不咋地啊。他说我自己这要求很正常啊。哎呀，他哪个朋友哪个闺蜜哪个亲戚的，哎呀，好几婚的依然嫁得很好，说我鼠目寸光。哎呀，那是啊，那网上那些鸡汤多了去了，都是励志的。80岁老太太带重孙子出嫁，彩礼都能要个几十万的，你为啥就没嫁出去呢？好几年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觉得养不起自己和孩子了，就想找一个男人给自己提供居住和生活费。哎呀，真的是会做梦啊！这个男人就是一个大冤种提款机啊！但凡你独立一些，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帮对方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一味的只索取不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男人愿意善待你跟孩子的。要是你只是图人家条件，哎呀，还没一个做生意交换应有的操守，就有点太不要脸了吧？他听完觉得被打脸，有点疼啊，赶紧说自己要求其实已经很放宽了这男方如果真心对待他好的话，他也可以嫁。哎呀，可他这相了好几年了，还是没嫁不出去他就愁啊。我一听，你要只是想嫁出去的话，你赶紧去农村那大把的光棍都等着你嘞。前2天有个女的，人家都3婚了，带2个娃，一点都不愁嫁，在那里照样一堆人抢着认识呢。这彩礼都要了38万，房子只写他自己的名。你这条件去了，简直了那简直就是香饽饽啊！他一听就跟我说，我怎么可能去农村呢？那给多少钱我也不去，那地方太破太烂了。行，你不去农村，你愿意认识那些有房有车离异带娃的男人也可以，照顾好老公，照顾好继子继女的。他听完还是不愿意，我自己都带一个孩子了我男方再带一个，家里开销太大了，生活肯定过不好，而且我也没精力照顾人家孩子。听完我是懂了，你就是想找一个有车有房、工资高、高大帅气，对你还有你的孩子好的。可人这样完美的男人，你凭什么就认为他会想要认识一个长相一般、身材一般，还没个工作还带个男娃的你呢？给你养孩子是他自己孩子不香，还是他脑子瓦特了呀？他听完就很不愿意说这人呢都是很现实的呀。那头婚的时候冲动嫁错人了，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那就想着2婚找个条件好的呀。我一听你这年轻未婚的时候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这离异带娃就能找着了吗？咋离异还能给你镀了金镶了钻了？还是你有一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温柔在床的本事了呀？哎呀，要啥本事啥没有，别净想这想那的。为啥你好几年都没有找到，一点都没有数吗？你嫁不出去就别怨儿子，带儿子再婚过得好的多了去了。先有个自我认知啥条件咱就配个啥条件的，不想就低也别攀高。你别净想着占人便宜，像你这么自私的，哎呀，娶你的人，这祖宗气的呀，他都得从坟头里扒拉出来，头顶在冒烟了。他听完特别不爽，就不愿意嘛。我怕他掀我桌子，我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了他好一会儿，先回去找份工作把孩子照顾好嘛。这世道多靠自己才有安全感。好了，散会。整天听我讲这么多道理，咋还这么异想天开的我得回家吃降压药去，气得不轻啊。我跟你们讲上午有一姐妹来许愿找对象，哎呦，我跟池子里那娃娃们集体给气吐血了呀。我问她多大，她说自己是24岁。我一听老天爷呀，我是一点都不相信这脸上的褶子比我的都多。我要看身份证，她说没带，又说身份证上面是34岁，实际年龄是28岁，反正就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她到底多大我没弄清楚，我就先跟她唠吧。她说自己是大专学历，父母务农，没车没房，有一个哥哥，而且还在外打工身高目测155左右，身材偏胖一点。我和她唠嗑我就惊在她的择偶要求上了。他和我说自己穷怕了，父母没有钱，自己也没有钱，在药店工作1个月就3000多块钱，信用卡还有负债，都不够自己吃喝的，所以他特别着急找对象，想找个有车有房，市中心全款房这个年收入在15万以上，彩礼要给20万，每月再给他5000块钱生活费，工资卡要上交。我一听哎呦我的娘呀，真的嗓子眼里顿时觉得进了个苍蝇屎你是上不去下不来呀。我就和他讲，大妹子你颜值够用吗？身材抗打吗？工作体面吗？家境如何呀？收入怎么样你自身的水平能不能配得上你的要求呢？他说正因为我啥也没有，我才要求年薪15万，不然呢我这我都看不上。听完我是直接给愣住了相亲市场上他总有这么一类人知道自己条件很一般，钱权资源见识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觉得自己得找个有钱的，不然这辈子都得翻不了身。我是最看不上这种人的人家综合评分98分的，凭什么要选你这综合评分6分的？还要零花钱呀？你是他生他养的吗？还是天生残废缺手缺脚他说男人给女人花钱那是天经地义的，我得找个条件好的，是想要个保障，要个安全感。我觉得我这要求不高。
哎呀，我跟他说啊，你这要求啊确实不大高。前2天呢，有一个姑娘找对象啊，人明确就说了，我是1分钱都不陪嫁的，还要求男方有车有房，市中心全款300万以上，年收入不能低于100万，可以接受他年龄大的、丑的、离异的啊，只要有钱，其他条件都不限的。最后人还真的嫁出去了，男方比他大了15岁，婚前给了他1套别墅、1辆宝马，彩礼有58.8万啊，生孩子当天还给了50万的零花钱嘞。他一听啊，哎呀，我也想找这样的啊。你可拉倒吧！人那姑娘身高175，肤白貌美，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哎，跟模特一样，还是留学硕士，工作也很体面，人家是有资本的呀。你瞅瞅你自己是有什么？他说那我也找个条件不用这么好的，年收入30万以上的就行。我问他啊，有一位男士啊，大了你5岁，哎，身高160左右，偏胖，做生意的，年收入30万左右，起早贪黑的都得干活，你愿意认识吗？他一听不行，哎，男方太矮，长得太丑，工作还不体面。说想找个175以上，工作坐办公室，长相看得过去的。听完我是哎呀，真的很无语啊！就你现在这条件，哎，负债累累的啊，你买个镜子都得上闲鱼上淘2手的吧？你想找个条件好的可以，你得让人家能有娶你的资本吧？相亲找对象哪个不现实啊？谁都想找个条件上能利于自己的。你想找全款房，哎，不想要贷款的没有毛病，但你得认清现实，你要凭自己的能力能找一个全款车房的，而不是硬逼那些没有能力全款去买房吧。有个逻辑它是错的，你不能因为你没有，所以你就想找一个什么都有的，你这是直肠通大脑上去了，你这不痴人说梦吗？他听完啊，结结巴巴要怼我，说我这思想不对，这对不对啊？自有旁观者来断啊。那些在择偶要求上面不看自己条件，一味就是我要我还要我都要，我劝你们打消这个念头啊！你多问问自己，你愿意嫁给一个又穷又丑啥也没有的男人吗？人同样啊，有这条件的男人，谁愿意娶一个又穷又丑啥也没有的女人呢？那些想通过婚配啊来实现阶级提升的，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定位很迷幻。人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思想也穷，对自己的定位越来越偏的啊，越穷越觉得自己哎呀就值得更好的，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根本就入不了那更好那位的眼呢。丑人多作怪，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听完给他气的啊，说我鼠目寸光，不懂男人。我也气得要命啊，赶紧关门送客呀。最近是娃娃偷懒，啥人也给我往里放。